这集不能说废话了，因为很有难度，请大家仔细听。学成之后对调色会有很大的进步。开始之前，我先将3种三原色厘清。你们一定听过三原色是 RGB 或是 CMY 或 RYB， 其实三者都没错，差别在于 RGB 是光的三原色，是在光谱上运用的加法混合，常见于数位相机单眼、显示器、手机屏幕、PS 修图等，是模拟光的原理而产生的色彩模式。在一些补色对比对人类视觉影响的原理上，虽然不及 RYB 强烈，但是最容易模拟出其他色彩，更容易被数据化制成色彩模组。CMY 是印刷三原色，也是减色的混合，是很大的篇幅，为了本集的顺畅度，我会在下一集说明。RYB 是色的三原色，在美术绘画与颜料上的减法混合，厉害的地方是互补色效果特别强烈，如红对绿、黄对紫、蓝对橙，会对视觉很有冲击感。很多好莱坞电影都会调清橙色调，有些已经过世的名画家也都是使用这类互补色原理在作画，留下旷世名作。避免搞混，我先声明，我就只讲光的三原色，也就是红绿蓝。另外，色彩的原理还包含了色彩模型跟色彩空间。RGB、CMYK、LAB 是色彩模型，用来描述颜色规则的色彩模型。Adobe RGB、sRGB、NTSC 是色彩空间，是以人眼可见颜色来组织颜色、定义颜色，具体给予各种颜色数学代码，让萤幕、电视、相机、印表机等不同装置可以解析出数字文件，而不同厂商制作的不同装置都有厂商自己定义的色彩空间来解释色彩模组，所以不同的萤幕看一样的照片，颜色会不同。听不懂的可以再回放一次，或是在下方留言问我。我们开启 PS 后，一开始你就得选好色彩模型，这里有 RGB、CMYK、LAB 等，弄好的图像要在萤幕使用就用 RGB， 要拿去印刷就用 CMYK， 因为 CMYK 是印刷行业的颜色标准，用 CMY 3种颜料的混合组成想要的颜色。顺便科普4点：第一，印刷业不会真的用 CMY 混成黑色，成本过高，黑色颜料是很容易制作的。第二，数位萤幕使用的 RGB 可以有千万种颜色搭配，而印刷用 CMYK 只有100万种。第三，请务必懂得，印刷与输出两种名词完全不同，印刷只能 CMYK， 输出是能 RGB。如果要印出一张高品质的 A1 海报，你就得跟老板讲清楚，用输出的方式列印海报。我上次列印的雾面海报就花了新台币500元。第四，如果成品最后是拿来印刷的，那刚开始就得使用 CMYK 的色彩模型来操作绘图软体。所以色彩模型跟色彩空间，我们找个花好月圆的日子，确定镇定剂都准备好了，手边也没有易碎物品，再好好讨论。我怕听完这些你们会睡不着。接着讲理论，首先将色彩的结构分为发光体与反光体。发光体部分，光的色彩由三原色 RGB 组成，可以混出各种颜色，但这只是针对光源而论，例如太阳跟灯泡，也就是发光体。这些色彩混合在一起，能组成各种不同的颜色。色光相加之后，如果亮度会提高，那就是加色混合；如果亮度降低，那就是减色混合等等会教。反光体的部分，我们平常看到的颜色都是接收到光源之后反射出来的。例如我们看衣服是红色的，其实是代表衣服吸收光源后只反射出红色。我们看到叶子是绿色的，就表示叶子只将绿色反射出来，再进入我们的眼睛，这是属于反光体的部分。所以反光体与色光或颜色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单纯被定义为色彩进入人眼后呈现的颜色，属于中性的混合。区分好发光体与反光体后，我们要探讨这个色彩呈现的领域，就得区分出第一，物件原本的颜色；第二，光源的色彩；第三，物件原本的颜色加光源的色彩结合后做了什么处理；第四，最后这个物件将什么色彩吸收，将什么色彩反射；第五，最后形成生物的眼睛结构所见。专业摄影的领域对反光体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有些不喜欢后置修图的，拍照时会在闪光灯放色温片。拍照之前调整器材白平衡的色温、色调。
这些都跟反光体有直接关系。但我们今天不教摄影，而且摄影也牵涉到色彩空间，我再怎么勤劳也不会在一个影片里塞那么多东西，何况我很懒。玩 PS 这套软体不一定要熟悉这些，因为我们没有要研究变成色彩专家，但最基本的一定得会。发光体的加减混合是肯定得学的，所以今天教学的重点是很多人都听过的三原色：红色、绿色、蓝色。三原色是被定义的，也就是被人类设定出来的。原理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不然我又得长篇大论，我累你们也累。我们阶段性来讨论这个，但是我认为今天接收到的资讯已经太多了。我写稿时想到后续的剪辑，就觉得脸色中性混合成绿色了，所以下集见吧。